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請訂閱頻道，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濾鏡難撐歲月感，譚松韻35歲演少女引熱議，偶像劇賽道成轉型枷鎖。央視8套的年底大戲《逍遙》播完了，但圍繞她的爭議，尤其是對女主角譚松韻的討論，卻遠遠沒有結束。這部被寄予厚望的仙俠劇，最終以豆瓣評分不及格，主演零合體宣傳，平台11天光速播完的尷尬方式收場。刺眼的對比是，主演譚松韻深陷強行裝嫩、演技拉胯的批評漩渦，而客串僅3分鐘的趙麗穎，卻憑借一個眼神登上熱搜，被網友稱為演技碾壓。一場關於中年女演員少女感的濾鏡，在這場全民審視中出現了清晰的裂痕。收視與口碑的雙重滑鐵盧，逍遙的開局並不順利。2025年12月首播當晚，在 CCTV8 的收視率僅為0，始終未能突破1。這與開播前依托央視平台和狂飆導演徐紀周光環的高調宣傳形成了巨大反差。儘管宣發團隊努力打造譚松韻國產劇公主賽道萌神的話題，但觀眾反饋兩極，大量吐槽指向劇情老套和演員狀態。該劇的豆瓣評分一路下滑至5分區間，1星差評佔比超過32%。戲劇性的是，這部拍攝5個月、後期製作長達1年半的40集劇集，在播出時被平台採用倍速模式，僅用11天就全部播完，被網友猜測是急於清庫存。從開播到結局，兩位主演譚松韻和侯明昊沒有任何合體宣傳活動，這在此類偶像劇中極為罕見，進一步印證了市場對這部劇信心的缺乏。譚松韻娃娃臉的碎之困，爭議的核心牢牢鎖定在譚松韻身上。1985年出生的她，在《逍遙》中飾演一位18歲的仙門小師妹逍遙。儘管她以娃娃臉著稱，但高清鏡頭推進時，觀眾發現面部高光也無法掩蓋眼袋和法令紋，彈幕裡滿是阿姨好的吐槽。許多人覺得她的眼神裡少了那份純粹，表演時刻意瞪眼嘟嘴，流露出刻意裝嫩的感覺。除了外形上的違和，她的原聲台詞也成為槽點。網友認為她偏向低沉的音色，與古靈精怪的少女設定格格不入，情緒激動時甚至會出現破音，讓人出戲。劇中她一人分飾2角，但被指未能演出明顯區別，少女戲份顯得生硬，這與她過去在以家人之名中靈動自然的表演相去甚遠。有觀眾犀利評論，所謂戲混子未必是沒演技，而是在關鍵場景掉鏈子，專業度不穩定。趙麗穎3分鐘客串的降維打擊，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趙麗穎的客串。她飾演的反派歲夢仙君僅有不到3分鐘的戲份，卻佔據了劇集大部分熱搜資源。她以清冷造型出場，從溫婉到冷冽的眼神切換僅在0.5秒之間，一句我想讓3屆記住疼的台詞，被讚將角色瞬間立住。儘管也有評論認為其造型廉價，妝容缺乏仙氣，但絕大多數觀眾認為她的表演精準，氣場強大，與主角的表演形成了降維打擊。這種對比不僅體現在演技層面，更延伸到職業態度上。媒體報道稱，趙麗穎為客串特意減重8斤，以貼合角色，並深入研究角色，連鏡頭運用都向劇組提建議。導演徐紀周透露，他的客串是為兌現10年前胭脂的約定，象徵性拿點報酬，純屬友情幫忙。這與其一貫的戲瘋子形象吻合。從知否鑽研股裡到第20條苦練手語，他的專業積累在幾分鐘內得到了集中釋放。行業境界，少女角色該由誰來演？逍遙的案例將一個行業老問題再次推至台前。中年女演員是否還應執着於少女角色？
就在逍遙播出同期，23歲的趙今麥在《驕陽似我》中飾演大學生，其青春洋溢、靈氣逼人的狀態被讚少女就該少女演，而觀眾對扮嫩的反感早已有之。從《如懿傳》的周迅到六姊妹的梅婷，都曾因此引發爭議。這背後是中年女演員普遍面臨的選角困境。演員宋丹丹曾坦言自己35歲後近10年無戲可拍，海清、姚晨等也公開呼籲市場給中年女演員更多機會。市場對年輕流量的追逐，導致適合成熟女性的角色本就不多，許多女演員被迫維護少女人設以維持市場價值。然而逍遙的失敗表明，這條路的風險正在急劇增加，觀眾審美在提升，他們不再滿足於凍齡神話，更渴望看到演員與角色在年齡、狀態上的真實契合。逍遙本身一場多方位的失利，譚松韻的表演並非劇集失敗的唯一原因。逍遙的劇本被指老套，充斥着三生三世、前世今生等仙俠劇俗套設定，被質疑抄襲日漫《犬夜叉》，劇情節奏混亂，被觀眾吐槽像在看 PPT。男主角侯明昊的表演也被批評為複製粘貼式，表情單一，與其以往角色區別不大。製作方面同樣問題凸顯，儘管部分特效場景投入不菲，但更多場景被指綠幕摳像明顯，道具粗糙，甚至有使用其他劇集二手道具的嫌疑。開篇的鯤鵬特效被嘲像廉價塑料模型，缺乏應有的視覺衝擊力。導演徐紀周試圖將狂飆的冷峻現實主義融入仙俠世界的嘗試，最終被評價為不倫不類。一場由央視背書、名導執導、知名演員主演的仙俠大劇，最終以近乎潰敗的方式收場。它像一面鏡子，照出了演員轉型的陣痛、市場選角的浮躁，以及觀眾不再輕易買賬的清醒。當譚松韻在都市劇《你比星光美麗》中的表現曾獲認可，卻在自己首部仙俠劇中遭遇滑鐵盧時，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浮現了：究竟是演員困在了過去的賽道裡，還是整個行業依然被困在少女感的單一審美和流量速成的捷徑思維裡？下一次，當資本再次為少女角色選中一位不再少女的臉龐時，觀眾手中的遙控器還會按下播放鍵嗎？